当一位黑袍面具男子击杀了9玉天神君以及击败876玉天的神君，这事后也很快传荡而开。就连更高一域的江陵神君，此刻透过一道巨大的光团中，可以看到萧炎对战各大神君的画面。只是他并没有愤怒，反而更欣赏这位黑袍面具男子的震撼实力。如果他猜的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此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，与自己同样的境界。甚至就算是自己与对方战斗的话，恐怕都没有把握你能够胜之。此人有点意思，似乎他来神器联盟好像在找人，先观察观察再说。江陵神君坐在一处山洞之中，只是这山洞的石壁上不是岩石，而是晶莹剔透的水晶，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。8玉天7号囚牢，在8玉天神君的带领下，萧炎、素素他们已经来到了这座庞大囚牢之中。如果不是有对方的带领，就算萧炎进入其中也都会迷路。就好像这囚牢专门是为这里的一些越狱囚犯所建造，其中的路线弯弯曲曲，就像迷宫一般，为的就是让那些想越狱的囚犯无法逃出来。几人的步伐朝着不远处的囚牢房迈着，萧炎打量着四周，这里除了有些潮湿和黑暗外，并没有出现其他异样之处。在距离7号囚牢还有不到10米的距离时，8玉天神君停下脚步，虚弱地说道：“到了。”萧炎、素素二人也将目光望去，便是看到那囚牢上方写着7号2字，看来天心主前辈应该就在这里了。不过为了小心谨慎，萧炎并让8玉天神君继续带路，就怕对方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。毕竟这里还是人家的底牌，在如此庞大资源的神器联盟中，或许真的有一些强大的手段存在，所以必须要谨慎一些。面对萧炎那眼神中充满着杀气，8玉天神君无奈也只要继续带着萧炎他们进入7号囚牢中。7号囚牢的大门被8玉天神君打开后，一股嗜血阴森的气息顿时间扑鼻而来。这里的温度极低，就算是2重天位神都感觉到非常的寒冷。除了萧炎之外，素素冷得直打哆嗦。萧炎见状，直接将催动体内的火焰，将素素全身上下包裹起来。有了萧炎火焰的加持，刚刚那寒冷的温度也恢复了正常。这7号囚牢很大，其中还有诸多小型的牢房，在这些牢房中还有关押着各式各样的囚犯，有的凶神恶煞，有的斯文儒雅，有的囚犯充满着怨恨与不甘，并且在萧炎的感知下，这些人的实力基本都是1重天位神以及2重天位神，这样的实力可算是8玉天的核心战力了。不过他们斗殴犯下了罪，有罪那么只能惩罚，而这里就是惩罚他们的囚牢。囚牢中的安歇囚犯看到萧炎以及素素的新面孔，拼命地伸出手对着齐齐叫道：“救我！救我！大人救救我！我不想被关在这里，救我们出去！这里好可怕，好恐惧，我们要出去！”很多囚犯露出恳求之色，恳求萧炎他们能够将他们救出去。这里的囚牢他们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，但萧炎可不是什么善人，他今日来此的目的就是救出一个人，天心主。其他囚犯再如何恳请萧炎，也不会去救出任何一人。先不说其他，就说这些囚犯，肯定其中是一些大恶人。如果一旦救出这些大恶人，将会对其他人造成一些伤害。萧炎几人在这些囚犯的眼前经过，没有看他们一眼。这囚牢很大，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，他们来到了囚牢的深处，在那里有着一位萧炎熟悉的身影，此时正在盘坐地上，身上已经血红，怕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势。看着身受重伤的那道熟悉身影，萧炎断定那人就是天心主前辈，当即拳头紧握，然后对着那一扇牢门一拳轰出，直接震碎了无比坚固的牢门。一旁的8玉天神君更是瞪大了眼睛，有些震惊地看着萧炎，因为这里的牢门使用特殊的材料建造，5重天位神之下的天位神根本无法轰碎这里的牢门。由此可见，这位黑袍面具男子的实力早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。现在的8玉天神君内心中极为的后悔，后悔之前为何要与这样的人作对，可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，只能自己认栽。牢门被强大的力量轰碎，其中盘坐的天心主则是用他那虚脱的身体缓缓移动，他那半眯起来的眼睛看了看不远处3道身影，其中一道是8玉天神君，也是将他关押在这里接受这里惩罚之人，另一位是与自己结识后关系极好的素素。而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位黑袍面具男子，那瘦削挺拔的身影让天心主有些熟悉，但是由于对方戴着面具，就无法断定黑袍面具男子的身份。最后天心主的目光看了看素素和8玉天神君，然后挤出几个字道：“放过他，天心法身我给你。”然而天心主这么一说，一旦没有发生意料中的事情，反而8玉天神君的做法让的天心主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闻言之后的8玉天神君用目光看了看一旁的萧炎，然后急忙的摆摆手解释道：“不，我不要你的天心法身了，今日你就没有出来了，你自由了。”什么？天心主的脑海中犹如海浪翻滚，有些不敢想象眼前的一幕。这平日里无比心狠手辣的8玉天神君，怎么今日变得如此反常？不过还没等天心主想到什么，那道黑袍面具男子的身影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其身边，然后慢慢的蹲下腰，从自己的纳戒中拿出一枚散发出极其浓郁的丹香。天心主前辈，你先服下这枚疗伤丹药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对方既然知道自己的名字，眉头微微一皱，心想着眼前这人究竟是什么人？但天心主对于眼前的这位黑袍面具男子似乎有一种熟悉的好感，便没有拒绝。
将萧炎给的那枚高阶仙品丹药一口服下，旋即旋转其体内的神力，将丹药的药效加快吸收。